I did a lot of bad things, and never did I give in. Just 'cause the thought of being vulnerable made me feel less than I am. I have never felt home till you entered my door. OK， 来，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要播音的是什么？我们今天继续要做的是土耳其哈。我之前去了土耳其啊，那今天呢，我们走到了啊，还要聊聊不一样的啊。今天咱讲到这个 Istanbul 啊 ，Istanbul 啊，伊斯坦堡哦，来聊聊伊斯坦堡哦。那伊斯坦堡有一个叫做地下水宫殿啊，我们上一集刚好就走到了尾端，今天来讲地下水宫殿。要讲地下水宫殿之前，我们先来聊聊所有的希腊神话啊，都是围绕着什么？哈，都是围绕着这个12神啊。与希腊神话其他的人物不同，几乎所有人，你12神不会被开，但是你一定记得梅杜莎啊。即使我们根本不记得她在神话里的细节，梅杜莎就是蛇魔女啊。人们对她的印象不外乎是什么？满头的蛇发，致命的眼睛与毁灭般的气息。梅杜莎是格尔贡3个女妖当中唯一的人类。是个亭亭玉立的美丽动人的少女，多美丽，看看你就知道哈。成功进入雅典娜神殿成为祭司，但是她的美貌吸引了海神波塞顿他的目光，所以呢，希腊神话就改冲到这5，你看希腊神话中讲神搞得很有人性，所以呢，海神去强暴了她，就算海神也会犯强暴罪。雅典娜对于神殿被这样子发生这样的事情很愤怒。于是呢，他就对梅杜莎下了邪恶诅咒，让她变成最恐怖的怪物，亮丽的金发，就变成毒蛇，一条一条的。而且呢，任何直视这个梅杜莎眼睛的男人都会变成石化，变成石像惩罚男人强奸人家。古希腊时代，雕刻家、画家就会将梅杜莎开始做操作，改耶桃做成辟邪符号，抵挡恶灵。梅杜莎野性的蛇发就会变成金色的卷发在希腊时代那一直到了文艺复兴，又将梅杜莎这种神秘感变成了恐惧并且呢，红会惊那变成了切里尼。你有去过佛罗伦斯？你看到那个广场，就会看到1554年还打造了一个铜像展示，那博尔修斯凯的这个他斩掉了神魔女的头，然后拿着这样。你有去过佛罗伦斯？你就会看到这个他站在梅杜莎的尸体上面，高举的他砍下的头你都可以看到这个雕像。那博尔修斯是谁？就是宙斯的儿子，就是万神之父宙斯的儿子啊。事实上，当时在15世纪，这个铜像夹杂了政治当时统治佛罗伦斯的麦地奇家族希望借由这个权力影响。那你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呢，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那梅杜莎一个并行性命改革的力量，那雅各宾派的那个反政府就将梅杜莎视为性命法国自由的象征，颠覆他过去恶魔的形象。所以梅杜莎在每个时期，她有不一样的形象所以梅杜莎她就摆脱了恐惧、邪恶的凝视，就恢复了优雅跟散发光芒的原貌，很特别。历史可以把一个人变成好人，也可以把一个人变成坏人所以曾经西方的女权主义就有讲过，他在1975年曾经写了一本书，在上面就写了一个梅杜莎的嘲笑，讲到如果男人敢直视梅杜莎，你就会发现呢，她怎么样并不致命，其实她很美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我们要不断的恶化、丑化梅杜莎？可以知道的，在神话故事里其实没有普世价值美丽的受害者，怪物般的坏蛋，强大的力量，舆论就可以把它怎么变就怎么变舆论很可怕的那因为一个美女遭到男性强暴而被妖魔化，在以前父权框架底下，你看看。以前的父权就是这个样子与其说它是一个古老的神话不如说呢，它是反映在当下社会的镜子。所以你有发现一件事吗？以前我们认定对的事，有可能到了这个时代它变错的。
以前那这个时代是错的东西，将来会不会变成对的？你不知道。这样你懂意思吗？所以梅杜莎的故事呢，就是反映当时社会的环境。高能静脉下回马西龙安呢，是是非非谁知道啊？但是可以知道呢，在以前父权时代，大家都做特亚杂货哎。现在呢，拜托，现在哪有女人很厉害耶，对不对？没有像以前的女人，你看多辛苦侍奉你的老公就是养小孩子做家事，对不对啊？现在不行了，不一样了哈。你说现在是对还是错？没有对或是错的问题，但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去尊重他，不分男女老幼，对吧？那我们今天走到的梅杜莎的故事呢？为什么要讲梅杜莎的故事？因为我们现在要走到的梅杜莎的故事，是因为呢，我们在地下水宫殿的重头戏就是梅杜莎她的头像之柱，想要一位地底下建造一个水宫殿没人会注意到的水窖呢但土耳其 Istanbul 因为你知道地下水宫殿一共有336根高公尺管的巨柱，那它撑起了整座的水宫殿那个石柱总共有12列每一列有18根，柱子跟柱子之间呢间隔了4.8公尺它这种是拜占型的拱顶作为一个支撑。你看地下水宫殿能够承受这么巨大的水压，如此的建筑工法，你知道它是1000多年以前的，那就是很不得了了，对不对现在的功夫都不一定做得到。地下水宫殿至今仍保存得这么好，是来自于7000名的奴隶用血汗换来的。查士丁尼大帝在位期间呢，有许多的改革跟很多的建设君士坦丁大帝呢，在君士坦丁堡就是现在的 Istanbul 建造了城墙，就像秦始皇建造了万里长城那样子在当时几乎可以说是攻无不破的封闭城墙堡垒，抵御所有的外来的那种敌人那你要抵抗敌人，也要有水源。如果在城内有蓄水池，那就最棒了。最好的自救就是什么？用引水道。罗马人最会做引水道了，引了20公里，一直引到了地下宫殿。那水工抽出来的水呢，再往伊斯坦堡大城市里面送。这就是罗马人很会盖水道的原因。一直以来也是最重要的民生用水的来源。它可以因应呢，你哪可以有敌人给你包开来，其实你不会缺水。所以你看到这里是不是很佩服罗马时代的引水工程还有呢，听说地下宫殿的水储满可以供当时全城的人使用1个月。这里有2座石柱压着妖女的头，妖女就是梅杜莎，一个侧倒，一个颠倒。因为呢，刚刚前面讲的故事不能直视梅杜莎的眼睛倒着就是以防来的人被石化，因为是被镇压在石柱底下，所以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忧郁感。这就是在地下宫殿我们看到的地下宫殿倒立的梅杜莎走进来，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蓄水池，336根柱子构成的红色地下水宫殿，其实它是蓄水池。کردم در آغوشی تو بودم وی سراسی ما و مدهوشی تو بودم سراسی ما و مدهوشی تو بودم تو شادخت بودی و با شان و شوکت وی غلامی حلقه در گوشی تو بودم 地下水宫殿是由在公元527到565年统治时期所建的主要的用途呢就是供给给伊斯坦堡的居民使用后来为了接待游客的到来，就在水池
辟建了一条深入到水宫深处的步道，步道两旁仅用了几盏的亮光点亮暗暗所以走在其中呢，仿佛进入一座神秘的隧道与其他说宫殿其实它的名称呢就是水库放水的。老实说，看到这个地下水宫殿这几个字的时候，你会充满了幻想，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宫殿石柱每根都长得不大相同主要是从其他的神庙建筑架构的它的这个破碎体收集而来的再经由我赶快的这个大理石来做切割雕刻后所组成的，其中98根富有柯林斯风格的，其他的则是呢多利克柱式风格的那这些都是属于希腊风格其实最让人赞叹的就是千年以前竟然有如此精湛的工法。شدم محوی جمالت در خیالم ویزی سازی عشق بنالم یا ننالم زی سازی عشق بنالم یا ننالم ها نهادم سر به بالش در شبی تار و تو را در خواب و دیدم خوش به حالم در خواب و دیدم خوش به حالم 这是土耳其的皇宫，真的太美了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这里就变成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堡后没有多久，在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一声令下1460年开始建造的托普卡皮皇宫，在1478年完工，历时了18年。那当然呢每一任的君主就会开始把它扩建计划共分为了外宫、内宫还有后宫这3种那内宫跟后宫呢是皇室生活的区块皇宫占地70万平方公尺，你看看美不美这个位置呢还很棒马拉海、博斯普鲁斯海峡、金角湾间如今的旧城区就是它最精华的地段它也一直是这个政治教育中心虽然在19世纪后它不再是皇家主要居住的地方，但它的重要性、美丽性依然存在在1920年呢，它就成为了共和国成立了后第一个博物馆，它就是托普卡比皇宫这皇宫外面有卖这个面包，哇，这土耳其面包超好吃全部都是小麦做的，香的不得了。而且呢，土耳其人比较高大从哪边可以看得出来？你看看大家坐在那个位置上，脚都腾空有没有这就是国外老外
跟那个亚洲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啊，人家都吃那个 cheese 啊，吃那个优格啊，吃坚果啊，长那么高大是有原因的啊。这个从市区呢慢慢走向了所谓的市集，bazaar 啊，伊斯坦堡果干，中亚跟土耳其人喜欢吃坚果类的，葡萄干啊、无花果干啊、草莓干啊、野果啊等等啊。土耳其人把所有的野枣啦把所有的水果都做成了果干啊，这跟他们的历史跟他们的传统气候有关系啊。很多人说那下子这个坚果类，因为扎给土耳其人跟中亚的人，他们需要常常收在短，一换可能好几千里。为什么？因为土耳其人原本就是突厥人嘛，就是游牧民族。那他在迁移的过程当中，不一定很垂的洗不干水果，所以他们会把之前的水果风干，除了在路上也能享受到水果的完整滋味。果干也比原来的体积小，很好携带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很流行吃干果或果干或是坚果。地理气候很重要。从地理气候来看呢，中亚土耳其不潮湿，不容易腐坏，不容易滋生蚊虫，日夜温差变化也很大，所以呢，它的果干、干果类的甜度跟品质都是1等1，还有它的坚果类也是一样。我就是因为旅游世界各地，所以呢，我本来就爱吃坚果啊，然后呢，旅游世界各地，我更知道坚果类的东西啊。跟台湾的水果干比起来呢，它最大的差别是在哪边？土耳其因为气候环境，中亚也是它的果干类的保留比较多的原味，在食品安全上，因为他们常放在外面，不用添加任何防腐剂或香料，因为气候非常的干燥嘛，所以他们认为这些是先煮带下来的，必须保持水果本身的形状跟味道，安内嘎是上重要的。所以，我想来这王小二坚果，也就是这样，我从了中亚带来很大量的坚果，都是自己家里的贸易公司去讲的讲回来把它拿进来之后呢，再请工厂帮我烘焙那这个工厂烘焙的过程当中，我是请我们公司的人去监工的所以我才会说我们有坚果特工队嘛所以如果你喜欢坚果，我的为什么会做的那么原味？这要大管是因为常常看到它一小包一小包就很贵那我觉得一大包它的量会比较便宜，也比较划算这就是我推出来的王小二坚果，而且呢。在土耳其，大家都可以吃到无花果干，对不对？土耳其的无花果很大一颗好不好吃？比较软那在台湾呢，很多的无花果干进来之后呢，都是什么机器烘干的？你看我就很特别，我就从伊朗进了小颗的、非常小颗的那个无花果干。如果看到我的这个广告内，都会知道我有小颗的伊朗无花果。为什么？因为一起偷进来，就是什么最原味的，一小颗。风味特别好吃起来就是蜂蜜的味道，所以我们现在的坚果类买过每一个都回购，原因就是这样。因为第一个，台湾的气候不一样，所以我特别去把这个坚果类的东西我特别把坚果类的东西做成了什么瓶状、罐状我特别在它的防潮做了很大的保存，因为我看到在国外所有的坚果都摆在外面，因为那个气候可以，但在台湾不行，所以如何去保存它变成非常重要。OK， 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进了这些东西。然后呢，因为伊朗的这个就是波斯的那个无花果干比较小颗，所以也有原味，我就决定跟跟伊朗那边的一个非常好的。知名的企业合作引进的天然晒干的，在伊朗当地就是做好的，然后呢运过来的时候呢做好干燥的保存，进来的时候呢用特别加工做那个袋子，让它保有它的原味所以当你到了土耳其很多的市场里面，你都会看得到中亚各地的坚果都在卖果干跟坚果的一堆在摆在那边，不会坏，就是这样子。那去台湾美赛安内者。而且呢，因为台湾的气候不适合嘛，而且那些果干还有一个重点那些果干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小虫子在上面，那你要知道，很多人听了可能说，不敢吃，但其实果干如果有小虫子赶过去，那代表那个果干就是天然的。为什么？
不然虫子吃了就唰开来啊！你有什么农药，它就死掉了。所以果干不含防腐剂，不含这个漂白剂，这就是在中东最原味，也是他们标准的。常常进来台湾就被修正过来，放了防腐剂的漂白剂，我不做。所以王小豪坚果最棒的地方在这边，刚好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巴扎土耳其市集里面，所以你们可以看看，哇，人家的市集在卖什么？恭维。说一个，我韩国台湾人，对，台湾，我还是台湾。糖尿病袂使食糖啊，不行。我是这样，我喜欢很爱吃这样。哎呦，看到无啊？这一些坚果啊、香料啊，哎呦喂呦，哎呦，看了真的很想买啊！香料市集和游艇大市集都位于在伊斯坦堡哦。有买吗？阿袂会，阿袂会，我咧看你，小心。我再看看。对呀。哎，香料市场啊。香料市集和游艇大市集都位于伊斯坦堡，游艇大市集是伊斯坦堡的大市集之一啊。不过呢，香料市集就是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啦，应该这边也算是大老二吧啊，是这样形容啊，好吗哈？那香料市集呢，有近90家的店铺啊，包括香料啦、土耳其的软糖啦、甜品店啦、珠宝店啊、纪念品啊、干果店啊、坚果店啊，哎呀，太多了。而且通常呢都可以试吃啊，试吃 Drengi 啊，果仁、水果干都值得一买啊。但是从国外买这些东西很便宜啊，但是到带回台湾啊，哇，它那个是很容易操纵的啊。香料市场又叫埃及市场，它的旧名应该叫做什么 ？Sin Bazaar 啊 ，Bazaar 就是市场的意思啊。那整座建筑物是由后来的清真寺的基础埃及市场啊，那名称呢所修正过来的啊，由来啊。那因为盖在17世纪时期啊，奥图曼跟埃及的行政区的大道上啊。所以就叫埃及市集喽啊。另外有一个说法是因为呢，奥斯曼帝国辉煌岁月就从这里开始啊，而这里就是开罗商队丝路终点站，大半部分的资金呢都来自于埃及进口货物的税收啊。所以以前呢，埃及的香料货物来到这边要给它扣税啊，那因为有税金的问题嘛啊，所以就会赚钱啊。像新加坡很多国家为什么那么赚钱的原因就是这样啊，所以埃及税金赚钱的市集啊，就是从埃及的货物运进来啊。
Beşiktaş. Best team of Istanbul is Beşiktaş. Football club. Yeah. Yes. Okay, see you. 这里前面有提到，因为以前土耳其、埃及、中亚气候的关系，他们就会把很多的东西，做成香料啊，然后做成了果干，然后呢，还有因为地质的关系，就种了非常多的坚果啊，所以这边的干果类的坚果类的真是一级棒啊，杏桃啦、无花果、野枣啦，甚至还有草莓跟奇异果啊。这很重要哈，这里还有卖一种叫做土耳其咖啡，很多人拿回去呢，你不要当做像在美国啦、欧洲的咖啡这样泡啊，在土耳其买咖啡，这些咖啡呢是不滤掉渣渣的，是要用泡的、用煮的，连这个渣渣一起煮下去，一起喝，喝完之后再来算个命呢。ai bài ấy với把告挂就我现在八个开啊，这有它的工具啊。台湾。无论称呼它是香料市集也好，或者是埃及市集都可以。今日仍旧是伊斯坦堡香料的主要的贸易区啊，但近年来物换星移。哎呀，你看看这旁边卖的都是 cheese 啊，大块大块的啊，真的要带回台湾啊，大概已经融化了啊。气候不同啊，所以我前面就有特别提到的啊。你看他们这些果干都放在外面都不会坏啊，但是呢，拿回台湾不能这样子做啊，你不能拿回台湾随便用个密封袋包起来还不好哦，那真的很快就坏掉了，一定要用厚罐子去装。太多人不知道，其实坚果在台湾要去做保存啊，它的包装很重要。还有为什么里面会放1包2包大包的干燥剂，就是为了保持坚果可以在原产地那样子干燥的气候，这样子它就不会有油耗味。看鹰嘴豆啦、黑豆啦、果干啦、葡萄干啦、头刀啊，有没有看了就想一把拿起来拿回家吃啊？哈，今日仍就是伊斯坦堡香料的主要贸易区哦，这里，但近年来物换星移。许多香料店呢已经被其他的商店所取代了啊。这个市集是清真寺建体的一部分，这是伊斯兰的建筑习惯。建筑的旁边呢围绕着清真寺啊而建立啊，类似像四合院啊，会有宗祠在中心那样子啊。建筑体当初还有土耳其浴场、学校与医院，而市集的店租收入则作为了清真寺的修缮费用哦。I did a lot of bad things, and never did I give in. Just 'cause the thought of being vulnerable made me feel less than I am. I have never felt home till you entered my door. I
OK， 来，我们现在呢继续看到的是博斯普鲁斯的海峡，好不好？要游船哦。世界上所有美丽的城市呢，弄几条河流，你有发现吗？塞纳河、多瑙河等等啊，台湾淡水河。Istanbul， 它有得天独厚的一条32公里与马拉海跟黑海相连的这个叫做什么博斯普鲁斯海峡啊，它是欧亚大陆的天然分界，它也是历史上东西文化的分水岭。博斯普鲁斯海峡你去过吗？没去一定要去，真的美，真的美。的就是澳洲啊，架就是阿洲。博斯普鲁斯海峡，它穿过去以后，把土耳其这个土地呢。第一大城 Istanbul， 分为什么？澳洲跟亚洲，让它变成什么？世界上唯一一座横跨欧洲、亚洲的城市。土耳其3% 的土地就被划在欧洲，97% 呢就属于亚洲。Istanbul， 伊斯坦堡，一座伟大、一座美得令人窒息的城市，真的好漂亮，我很喜欢 Istanbul。是亚欧曾经是它最富裕的城市哦，人口有1600万。伊斯坦堡先后成为了东罗马、拜占庭、奥图曼也可以啊3大帝国的首都，时间长达多久？1700年。1700年有多久？比中国的西安做首都还要长，将近600年呢。所以呢，很重要啊，土耳其 Istanbul 有3座横跨大海的桥，1600多万这个城市的1600万人有恐怖哦，所以你进入到伊斯坦堡的时候，几乎天天都在塞车，天天啊，很近的路你都要开很久哈。但是真的美哦，有伊斯兰文化、亚洲文化、突厥文化，哇！所以我虽然去过那么多趟，我还是一直觉得坐在这个游船上面，或者是坐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岸边的coffee shop。喝一杯咖啡，人生就这样子，还有什么好那个的，对不对？现在我们每天满脑子的回忆，全部都是以前很快乐的回忆，还有跟着很多朋友出去的回忆。逢年过节想到的就是我带着我爸爸妈妈出去玩的回忆，好怀念。加油，你们也加油！来，我们继续看这个整个海岸，然后还有海鸥会跟着我们一起在船边这样子，真的很美。自古以来，伊斯坦堡是一座极具战略价值的关键都市。那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伊斯坦堡它控制了哪里？黑海的出入口啊。黑海的沿岸啊，光听到黑海就觉得很遥远，对吧？黑海的沿岸的国家，如果想要进入地中海呢，都必须要经由博斯普鲁斯海峡到马拉海，再经由呢达达尼尔海峡进入哪里？美丽的爱琴海喽。啊，这个就是它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的原因啊。那由于呢，博斯普鲁斯海峡呢，每天的交通非常的繁忙啊，日渐不敷使用啊，所以在2011年开始，当时的土耳其的总理马德西金马总统便雄心壮志的宣布土耳其史上规模最大的旗舰建设案之一，叫什么来着？
就叫做伊斯坦堡运河计划啊。根据计划，运河将连接哪里？马拉海跟黑海哦。原本因为博斯普鲁斯海峡而分成什么？我们常常在讲的，站在欧洲看亚洲，就是欧洲岸跟亚洲岸的伊斯坦堡。那欧洲岸呢，又将被伊斯坦堡的运河贯穿，一分为二，成为一座由2道海路通过的城市。哇塞，这真的是创举了啊！博斯普鲁斯海峡，我们现在游船最美丽的土耳其，这个游船呢一定要坐，因为它可以看到土耳其最漂亮的风景，非常漂亮，可以看一下。欢迎来到伊斯坦堡的大球园，非常有意思的地方。约有超过4万艘的船只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其中有将近20%的船只为大型的轮船哦。船只呢就过于密集的往来啊，用历史的角度呢，跟现在的角度看法就不一样了啊。哇，你看这个海鸥啊，就跟着船在飞啊，不是我一直想讲，但是啊，这是我好多年前拍的，怎么看怎么美啊。那我们讲近代他们现在就认为会危害到当地居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嘛，船只过于往来频繁啊，这是真的哦。现在地球已经那个口号不是喊假的，真的要减碳爱地球哦。那博斯普鲁斯海峡呢，是目前连接黑海唯一的通道，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及交通枢纽。那在奥图曼时期被奥图曼垄断，直到后期才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对外开放哦。